最近美国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新风潮，你要在网上一搜啊，就能看到一大堆的美国网红，甚至汽车大拿，正在手把手的教美国老百姓一件事：怎么跨过边境线去墨西哥抢车。大伙儿听听，这个事儿离不离谱呀？美国呀，号称车轮上的国家，那是汽车工业的祖宗辈啊。结果现在大批美国老百姓放着自家门口的 4S 店不逛，还非得揣着护照，冒着酷暑，苦哈的往墨西哥钻。这感觉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心酸啊！但是当你搞明白他们到底在抢什么车的时候，你绝对会一拍大腿，哎呦喂，原来如此！没错，他们抢的正是咱们中国品牌的汽车。因为美国那帮政客搞贸易壁垒，硬是把物美价廉的中国汽车挡在门外面，结果中国车企转头在墨西哥卖疯了，直接把一墙之隔的美国人给馋哭了。What if an American wants to cross the border to Mexico and buy a brand new BYD? Do they have to pay any specific tariffs to bring that vehicle or register it into the U.S.? You want to buy, you want to lease, walk across the border here, less than a mile away, you'll find a BYD dealership. You can get a brand new BYD Shark pickup truck. That's a PHEV. The Shark looks a lot like a Ranger or a Tacoma, not by accident. Very high quality vehicle. Its price point is around $45,000. You can buy it there, bring it back across the border. No one's going to mess with you. You're going to start seeing a lot more of that, aren't you? I mean, like I say, you don't know. At a certain point, where the money is, follow the money. People say, I can get a much more affordable vehicle out of Mexico and bring it across. Why not? 咱们先看看现在墨西哥街头是个什么神仙景象啊！连那家最爱挑刺的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都坐不住了，专门派记者去美墨边境实地暗访。报道的第一句话就透着一股浓浓的柠檬味儿。此地距离美国边界仅仅5英里，但繁华的商业街上却摆满了被美国市场封禁的风头正劲的中国汽车。各位，5英里大概也就8公里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在这头，美国老百姓对着高的离谱的车价叹气。在那头，墨西哥小哥正开着极具未来感的中国电车，载着姑娘兜风。现在中国品牌已经拿下了墨西哥汽车总销量的1/4，这是个啥概念啊？就是说这个街上每跑4辆新车，就有1辆是纯种的中国血统。那很多以前开日系美系的墨西哥老司机，试完中国车直接当场叛变，旧车一卖，原地提走中国车。2, 3 Muchas felicidades. Y aquí va este hermoso auto Dolphin Mini. Muchas felicidades al señor Américo por su compra. Que disfrute mucho su nuevo carro. BYD. 这报道里有个21岁的墨西哥小伙那每天跨过边境去美国读大学，他花了大概3万美元提了一辆咱们中国的混动 SUV。大伙儿想想在现在美国3万美元能买到啥？顶多买个配置盖中盖，座椅是布的，中控屏比手机大不了多少的老破燃油车。但是这位小伙的中国 SUV 呢，真皮按摩座椅，超大智能连屏，甚至还能在车里唱卡拉 OK。他对着记者的镜头一脸嘚瑟。我以前也是迷信传统大牌的，结果呢，同样的价格，性能连这辆中国车的一半都赶不上。我把这个车开进美国校园我那些美国同学眼睛都看直了，纷纷问我这是哪来的外星科技。那不仅是年轻人，连墨西哥的家庭用户也都是疯狂购买。一位大经销商感慨昨天刚送走一家子这老头一口气提了2辆中国代步车给2个闺女上学用，一辆才1.7万美元。1.7万美元在美国的二手车市场，你可能只能淘到一辆跑了10几万英里，空调还不制冷的破思域。但是在墨西哥，人家直接提走了外观拉风、配置拉满的全新智能车呀。那位经销商大哥最后说了一句大实话老天爷要是美国政府敢放开限制，中国车绝对会在美国卖断货。 This is a nice car. Yeah. Steve, look at the screen. I know. Yeah, you got another screen in front of you too. Yeah. Oh, wow. You see this, Steve? He has a screen, his own screen. And now it said it has features that haven't even been considered. Beautiful. Wow. What is this?
This is a BYD. It's the tiny Tiny. EV. What a nice car. You can't buy them in the U.S. because they're cheap and efficient and good. Yeah, we wouldn't want to destroy Oh, the God forbid, American right. You can only or support Elon Musk. You can That's only right. support Musk for and buy electric that. car. I love the double screen. Oh, yea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ar You do reviewer remember. said this is the best EV in the world.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要是大伙儿都开破车，美国老百姓心里也平衡。但是现在是眼睁睁看着隔壁的穷兄弟开上了比自己便宜1半，配置却高出3倍的豪车，这心态当场就崩了呀！中国汽车硬是把顶级性能、拉风造型和价格亲民这3个在西方汽车界公认的不可能三角的东西，完美的揉到了一起啊！美国消费者彻底坐不住了，于是这帮被逼急的美国老百姓就开始了伟大的民间自救。现在的网络媒体简直成了个庞大的地下抵抗组织。无数博主和汽车专家都在更新跨国买车攻略。第一步，先办好护照；第二步，怎么在墨西哥找靠谱的中国 4S 店；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买完车怎么在法律边缘疯狂试探，搞个临时牌照，合法的开回美国上牌儿。你敢信？2026年了，大漂亮国的公民为了买辆顺手的交通工具，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倒爷啊！这哪是买车呀？这简直是在搞谍战片啊！那听到这儿，大伙儿肯定问了美国好歹是老牌强国呀，怎么就沦落到连辆像样的平价车都造不出来的地步了？那这个事吧，它怪不得别人纯粹是美国车企自己作大死。问题的根子就2个词儿：贪婪、傲慢。先说贪婪底特律那帮巨头眼里面只有短期利润率，他们嫌弃造2-3万美元的小车不赚钱，利润太薄了，干脆把这个生产线全砍了，一门心思去造那些造价7-8万美元、利润极高的大皮卡。他们直接把普通工薪阶层给抛弃了。买不起7-8万的车，那你去骑自行车呀，反正我只伺候有钱人。这就导致了美国新车的均价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那这个时候，中国品牌带着2万美元的精品车杀到了美洲大陆，这叫什么呀？这就是你自己把饭碗砸了，中国车企顺手接过来喂给饥饿的美国老百姓吃。那再说傲慢20年前有家中国车企去美国车展，当时的美国媒体跟看猴戏一样满脸鄙夷的嘲笑，这是什么工业垃圾设计可笑，技术过时，简直不可救药。10多年前，彭博社采访马斯克，问他怎么看待比亚迪。马斯克在镜头前爆发出了极其夸张、极其不屑的大笑。Trying to compete. Why do you laugh? Have you seen their car? Well, they are on a different. Tell me why you're laughing. You don't see them at all as a competitor. No. Why is that? I mean, they offer a lower price point.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great product. 中国汽车人没有破防，而是选择了咬牙死磕。这10几年咱们是卧薪尝胆，从电池包到电机，从支架到系统，一步一个脚印的挖深护城河。当年你们笑我们不可救药，今天我们让你们高攀不起。现在中国车企实现了10级的跨越。那最近的北京车展就是左右开弓，把美国汽车圈的脸打得啪啪作响。20年前你们嘲笑我们，这一次呢，无数美欧媒体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扛着长枪短炮的跑到北京看着那些会原地掉头、能下水浮水、带着彩电冰箱大沙发，甚至能无人驾驶的中国车一个个是张大嘴巴，发出没见过世面的惊呼呀！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个美国博主发现了商机。既然美国老百姓看不到中国车，那我就当个导游。他直接发起了一个北京车展看车团，每人收费399美元。他带着一帮美国游客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友人，浩浩荡荡跑到了北京，给他们当双语导购。游客们花了几百美元的门票，飞了10几个小时，就为了摸摸那辆在自己国家被禁售的汽车。这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啊？那面对采访，他说 I would say that Americans' response in general to Chinese cars is, why can't I buy this? Our comment section is full of people saying things like, I can't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on't allow them to sell this car in my country. It's so cheap, it's so high. 现在的局面很明朗民调显示，高达30%的美国消费者梦寐以求辆中国汽车，而且中国车企造了很多极其对美国人胃口的车。那比如宽大的大型 SUV、电动皮卡，那简直是为美国市场量身定制的呀。但是华盛顿那帮政客呢，心眼比针尖还小。
当他们发现自己在公平竞争中已经全面落后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最无耻的一招：玩不起我就掀桌子，加征100%的关税，满嘴跑火车啊，说中国车啊会收集国家安全数据。哎，我听了都想笑啊！一辆车能收集啥机密啊？难道中国车开到五角大楼的门口还能长出眼睛偷看核弹密码？哎，你们美国人天天捧着苹果手机啊，刷着社交媒体啊，底裤穿啥颜色都被资本家算得明明白白的，现在担心一辆车泄密啊，这纯粹是欲加之罪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能救美国车企吗？懂行的人都清楚啊，这种保护主义啊是在给美国汽车工业灌毒药。你把外面的狼全挡住了，里面那些巨头啊就彻底变成了温室里的巨婴。他们不用竞争，哎，只需要躲在墙后面造技术落后、价格死贵的破车，继续割老百姓的韭菜。最后买单的是谁？是普通的美国消费者。他们被迫花着更多的冤枉钱，买一辆领先世界主流水平5年以上的老头乐。华尔街日报发出了沉重的拷问啊：当美国人无法买到心仪的汽车时，这对一个建立在汽车之上的工业文明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这话透彻。如果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老百姓却用不上这个地球上最先进、性价比最高的车轮，那这个国家所谓的工业文明离黄昏还有多远啊？咱们中国人说赌不如输，大江大河的洪流啊，你靠几道命令、几百关税是挡不住的。那既然老美非要把好东西关在门外面，咱也没啥好气的呀。咱的车在墨西哥、东南亚、欧洲、中东啊，照样是卖得风生水起。至于美国老百姓啊，那就委屈你们继续花冤枉钱喽，或者干脆跟着网红博主学西班牙语，继续上演那出跨国偷运中国车的荒诞大戏吧。